大家好，我是哈利。轉眼2025年又接近了尾聲，這一年我的桌面和房間布局也經歷了好幾次調整，今天就帶大家來看一看這套我折騰了快一整年的桌大。首先還是先和大家過一下房間布局的改变。經歷過幾次調整之後，我還是發現將書桌面對牆的擺放方式最舒適合理。但是這一次我把耶博書架放到了桌子右側，阿萊斯抽屜櫃則放在了耶博書架的前面，這樣既不影響抽屜櫃使用，也不會妨礙衣櫃的開關。因為我的掠夺者台式機不大，這一次我就直接把台式機放到了耶博書架裡面，基本不影響使用的同時，更騰出了抽屜櫃上的空間，以便放置 3D 打印的 Graphinity 收納盒，用來收納各種常用的攝影器材和配件。書桌的另一側則是旋轉了90度的哈沃魯吧台桌。為了最大化桌面空間，這次我把整個 AMS Lite 使用 3D 打印的置頂套件安裝到了龍門架上，這樣就可以把乾燥箱緊貼機器放置，以便直接打印 TPU 等需要邊烘邊打的耗材。之前改造的工具盒就放在邊上，需要時隨手就能拿到，很方便。吧台桌下依然放着奈斯福斯手推车，其他常用的 3D 打印工具和耗材都在這裡，取用非常方便。一些不太常用的顏色和怕潮的耗材依然被放在了這2個乾燥箱裡，拉出奈斯福斯手推車就能取用，還是比較方便的。桌子依然使用之前的 Progressive Desk 桌架搭配1+1朵森桌板的組合，椅子則還是 Motion Grade 的人体工學椅，整體體驗都還不錯，詳細的使用體驗可以參看我之前的視頻。接下來我就由左到右帶大家來看一看桌上的東西吧。我的 MacBook Pro 目前搭配是 Native Union 的 Dex Laptop Stand， 這款支架採用亞光鋁合金主體與100%再生聚酯纖維面料，不僅質感出众，觸感細膩且不易刮傷設備，同時也體現了環保理念。穩固的底座結構、防滑硅膠墊和結實的鉸鏈設計，確保支架在使用過程中始終保持穩定，不會晃動。支架支持13到16英寸的筆記本電腦，最大承重5公斤，可自由調節高度，最高可升至60厘米，讓我在工作時能更輕鬆保持舒適的坐姿，徹底告別肩頸痠痛。開放式設計有效提升散熱效率，保證設備長時間保持高性能運轉。底部還貼心配備了收納托盤，可以妥善放置鍵盤、手機或 Apple Pencil， 讓桌面保持整潔有序。桌面置物架目前使用的還是 Hexcal Studio， 整體可以說非常的不錯，具體使用體驗可以看我之前的視頻。至於充電設備雖然 Hexcal Studio 自帶無線充電器，但它只能平放使用，於是我額外入手了 Native Union Rise 無線充電器。這款充電器採用可調角度的支架設計，無論是平放還是立式都能自由切換，非常適合視頻通話、觀影或開啟待機模式。它支持最新的7.2技術，提供高達15瓦的高效安全無線快充，不僅和 iPhone 完美匹配，也能兼容其他各類器設備，充電體驗更全面。加重的金屬底座十分穩固，單手拿放手機也毫不費力。簡約現代的外觀設計輕鬆融入桌面環境。而隨附的2米 USB 編織線與隱藏式 LED 狀態燈更體現了 Native Union 對細節的打磨和用心。充電器的旁邊則是幽蘭子 D200H 多功能鍵盤，這款產品帶有13個可自定義按鍵和1個 Window 鍵，每個按鍵都可以通過配套軟件幽蘭子 Studio 自定義圖標、文字標題和功能，不僅可以一鍵打開各種 App 網站，還能執行系統功能。如果在幽蘭子 Studio 中為某個 App 配置了專屬文件，當這個軟件處於激活狀態時， D200H 的按鍵會自動切換到對應的布局，方便快速調用專屬功能。如果不想一個個手動設置按鍵，也可以直接在應用市場下載預設文件和插件，根據需要快速配置。另外 D200H 還配備了2個 USB-A 口、2個 Type-C 口、1個 PD 100瓦輸入接口、1個 Host 接口以及 SD 和 microSD 卡槽，可作為擴展坞使用，日常插拔外設也更方便。鍵盤我現在用的比較多的是 Newfie L75V3， 這把鍵盤不管是手感、功能還是外觀都屬於一線水平，詳細的評測可以看我之前的視頻，這裡就不赘述了。我現在最常用的羅技 G309 並沒有內置電池，而是依靠一顆 AA 電池供電。為了避免遊戲過程中突然沒電的尷尬，我特意添置了一套光研交互電 ES 無線充電鼠標墊加合一充電模塊的套裝。這套設備完美兼容羅技 PowerPlay 技術，只要在支持的鼠標底部安裝上合一模塊，就能無縫進入無線充電狀態。鼠標墊尺寸為40×30厘米，擁有750平方厘米的大面積充電區域，即使激烈操作也不用擔心滑出邊界或者突然斷電。鼠標墊採用細紗硬質 PC 表面，手感順滑，定位精準，
同時具備防水耐用、易清潔的優點。如果你不喜歡硬質表层，還可以換成附赠的軟質點，充電完全不受影響。鼠標墊底層採用橡膠防滑設計，穩穩貼合桌面。主控部分使用了鋁合金外殼，磨砂質感細膩防刮。側邊還貼心預留了一個 USB-A 接口，可以直接插上鼠標接收器，不僅縮短信號傳輸距離，有效避免干擾，也更加方便取放。整套設備只要不到一半原廠 PowerPlay 鼠標墊的價格，就能得到媲美甚至超越原廠的使用體驗，真的太物有所值了。這邊的這款電氣燈是我使用 3D 打印機制作的，具體制作的方法可以看我之前的視頻。這一次我使用了橘色的上蓋，感覺和我的桌面更加搭配。音箱我依然用的是 JBL 104监听音箱，因為这台40寸的顯示器太寬了， Hextel Studio 上實在放不下音箱，所以我加了一對造木制木的實木音箱支架。支架採用碳鋼加黑胡桃木組合結構，既穩定又有質感，能把音箱抬高大約13厘米。上層底板還有4度的後仰角，讓聲源更貼近耳朵，聽感更集中也更自然。造木制木的做工一直都挺不錯的，我另一套桌搭上的置物架、小抽屉還有 Stream Deck 支架也都是他們家的，用了好幾年都沒出過問題，整體還是挺靠譜的。最右邊這裡還有一個 Galaxias 的黑胡桃木托盤，它採用整塊木頭開料制作，表面進行了精細的打磨和上油，手感溫潤絲滑。放在桌邊不但可以用於收納一些經常需要拿取的零碎小物，還能夠提升桌面的整體質感和顏值，非常不錯。好的，那麼以上就是今年的桌搭了。如果有什麼產品沒有提到的話呢，可以去翻看我之前的視頻，或者在下方留言給我，我看到了就會一一回復的。謝謝觀看，我是哈利，我們下期再見。